大家好，我是林佑丽，欢迎来到健康永驻。眼瞅着就要过年了，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开始忙活起来了？买年货、添新衣、准备年夜饭，这花钱的地方一下子多了好几样。不少朋友可能觉得钱包一下子紧巴巴的，心里头也跟着有点发慌。别着急，今天佑丽可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顶好的消息，就像是冬日里的一股暖流。国家特别体谅咱们老百姓过年时候的难处，已经安排好了，要提前给大家发放好几笔钱。这简直就是为2026年准备的第一份实实在在的新春大礼包。这几笔钱预计在1月中旬之前就会陆陆续续打到大家的账户里，最多的一笔甚至能达到1万块钱呢。您可一定得仔细听听，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您或者您家的一份。在咱们揭开这些福利的具体面纱之前，佑丽想拜托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一件事。如果您觉得佑丽接下来分享的消息对您有帮助，哪怕只是一点点提醒的作用，也希望您能动动金贵的手指，在评论区里打上暖心2个字，再顺手点个关注，订阅一下咱们的健康永驻频道。这样啊，以后但凡有任何关于养老金调整、医疗报销、福利补贴的新鲜资讯，您都能第一时间收到，再也不用担心错过任何一笔本该属于您的钱啦。咱们就当是交个朋友，我负责把政策信息掰开揉碎了讲给您听，您呢就常来坐坐。好了，咱们闲言少叙，马上来说说这第一笔钱。这笔钱覆盖的人群可相当广泛，它就是咱们常说的高龄津贴。有些地方叫法不一样，比如高龄老人营养补贴或者长寿保健金，但不管名字怎么变，它的心意都是一样的，就是国家专门给上了年纪的老人家的一份额外关怀。大家想想，人年纪大了，身体各项机能难免会有些下降，平时更需要一些营养品、保健品来调理滋补，这可都是实实在在的开销。国家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很多年前就开始推行这个制度，而且这些年标准一直在提高，能领到钱的老人也越来越多。现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都给80岁以上的老人发这笔钱了。更让人暖心的是，一些经济条件特别好、特别注重老人福利的城市，比如上海、深圳已经把享受这份福利的年龄门槛降到了70岁，甚至还有65岁、60岁就能开始领的，真的是越来越贴心。那具体能领多少呢？这个就得看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了，标准不太一样，但有一个共同原则，就是年纪越大，领得越多。咱们说个普遍的情况，一般来说，80岁到89岁这个阶段的老人，每个月能领到几十块到100多块钱。到了90岁到99岁这个阶段，金额就会上涨不少，每个月200块到500块钱不等。要是谁家有100岁以上的老寿星，那就更值得敬佩和祝贺了。每个月的津贴至少是500块钱起步，有些地方甚至能给到上千元。这样算下来，一年就是1万多块，真是一份沉甸甸的敬老心意。这笔钱您别看单月数额可能不算惊天动地，但它是每个月都有的稳定补贴，给老人定期买点鲜奶、鸡蛋、时令、水果，或者称点爱吃的小点心，那是完全足够的。它代表的是社会对长寿老人一份持续的关爱和尊重。往常这笔钱的发放大多是按月或者按季度来的，但是为了让爷爷奶奶们能过一个手头宽裕、心里踏实的幸福年，很多地方都会在春节前特事特办，把1月份甚至整个第1季度的津贴一次性提前发下来。像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几乎每年都会在1月中旬左右就把钱稳稳地打到老人的养老金专用账户里。今年为了方便大家集中采买年货，这个发放时间只会提前，绝对不会推后。所以啊，家里有符合条件的老人的朋友们，这段时间一定要多留个心，时不时看看老人的银行卡余额变动，说不定惊喜就已经悄悄到账了。如果听到这里，您发现自己家里有符合条件的老人，但之前从来没申请过，也没领过这笔钱，那可真得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去申请了。申请过程一点都不复杂，您只需要带上老人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到老人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或者街道办事处的服务窗口填一张申请表就行，工作人员都会热情指导的。现在为了不让老人跑腿，很多地方还开通了线上申请通道，用手机就能办，上传一下证件照片，几分钟就能搞定申请，特别方便。您要知道，这个钱是从您申请成功的当月开始计算的，只要审核通过，下个月前就能到账。
所以说，早一天申请，就早一天享受到这份福利，千万别因为觉得流程陌生或者怕麻烦，就白白放弃了这份国家给予的堂堂正正的权益。说完了惠及众多长辈的高龄津贴，咱们接着聊第二笔钱。这笔钱呢，是带着浓浓温情，专门面向城乡困难群众的，叫做春节一次性生活补贴，也有些地方亲切地叫它节日慰问金。过年本是阖家团圆、欢声笑语的时候，可对于一些低收入家庭、残疾人家庭，或者因为家人罹患重大疾病而背负重担的家庭来说，过年时的花销反而成了一种甜蜜的负担。给孩子添件新衣，置办一桌像样的年夜饭，准备给晚辈的压岁钱，哪一样不需要钱呢？为了让这些暂时面临困难的家庭也能过上一个温暖、有尊严的春节，让他们同样感受到社会发展的温度和关怀，咱们国家每年春节前都会专门划拨资金，给他们发放一笔额外的补助。这笔补贴的金额通常会比平时领的低保金要高一些，具体数额取决于各地的财政安排，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比如说，在一些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城市，可能会给每个登记在册的低保户家庭一次性发放1000元到2000元的春节补贴。对于家庭中有重度残疾人成员，或者有需要长期照料的失能老人的，往往还会根据具体情况再增加一部分慰问金，考虑得十分周全。这笔钱的发放工作一般是由咱们的民政部门负责操作的。如果您家已经是当地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或者有残疾人补贴领取资格，那么恭喜您，您几乎什么都不用做。这笔暖心的钱会自动打到您平时领取相关补贴的银行卡或存折里，发放的时间节点也卡得很准，一般都会确保在1月中旬之前到位，让大家能在春节采购高峰来临之前就手握资金，安心的去置办年货，规划过一个好年。如果您觉得自家的生活确实比较拮据，面临不小的压力，但又不太确定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这类补贴的条件，佑丽在这里真心建议您可以主动迈出一步，到您居住地所在的社区或者街道办事处的民政服务窗口去当面咨询一下，问问工作人员，像您家这样的情况，需要满足哪些具体条件，又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比如家庭的收入证明、成员的残疾证、医院出具的重大疾病诊断证明和费用单据等等。只要您的情况真实，符合政策规定的救助范围，工作人员一定会耐心地为您解释，并协助您完成申请流程的。咱们千万别因为脸皮薄不好意思，或者觉得政策条文复杂看不懂，就让这份可能是雪中送炭的温暖从身边溜走。佑丽也想借此机会多说一句，咱们平时生活中，如果观察到有邻居、朋友家里的日子过得确实很艰难，也不妨怀着一份善意，主动提醒他们一句，要不要去社区问问，看看有没有能申请的补助。有时候啊，您这一句看似不经意的提醒，就可能照亮一个家庭的前路，帮助他们驱散一些冬日的寒意，这份功德可大了去了。好了，暖心的困难补贴咱们聊完了，接下来要说的这第3笔钱，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拿到，但对于很多在企业或者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它要是来了，那绝对是一份值得开心的惊喜。这就是部分地区和单位自发发放的春节过节费，也有叫年终慰问金的。这笔钱的性质和前面2种不太一样，它不是国家统一强制要求发放的，而是各个地方政府为了体现对退休人员的关怀，或者是一些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本着人文关怀的精神，给自己单位的退休老同志们准备的一份节日福利。正因为是自发行为，所以这笔钱的弹性就非常大了。有的地方做得特别大方，实行阳光普照政策，只要是在本地办理退休手续的，不管以前在什么单位、什么岗位，人人有份，统一标准发放。比如像杭州、宁波、苏州这些以宜居和福利好闻名的城市，往年的惯例就是给企业退休人员发放1000元到2000元不等的春节过节费，直接打进大家的养老金账户。很多老同志收到到账短信时都感到格外惊喜和温暖。还有一种情况是源自老单位的优良传统，特别是一些像铁路系统、电力系统、烟草系统等历史上效益一直比较稳定、口碑好的单位，即便职工退休了，单位也依然记得他们当年的贡献。逢年过节，尤其是春节，都会给退休的老同志们发一笔过节费，或者邮寄一些米面粮油等实用的福利品，金额可能是几百块，也可能有几千块。
这不仅仅是钱货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那份组织没有忘记你的情谊，让老同志们心里头感觉特别热乎，归属感特别强。所以啊，如果您是企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最近可以多留意一下原单位的通知公告，比如退休人员微信群、单位官网，或者打电话问问还在职的老同事、老朋友，打听一下今年单位有没有这方面的安排和表示。当然了，咱们得保持一颗平常心，这笔钱如果发了，咱们就高高兴兴、踏踏实实地收下这份心意。要是没发，咱们也别因此闹情绪，毕竟这不是一项普惠性的硬性政策。咱们退休后最重要的还是保养好身体，调节好心情，享受自在惬意的晚年生活。佑利在这里也想呼吁一下那些经营状况良好、有能力的企事业单位，在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真的不要忘了那些曾经把青春和汗水奉献给单位，为今天的发展打下基础的老前辈们。过年过节时的一份小心意，哪怕金额不大，传递的却是沉甸甸的关怀和尊重，能极大的提升退休老同志们的幸福感和对原单位的认同感，这可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好口碑。刚才啊，咱们详细说了3笔主要的大钱：高龄津贴、困难群众春节补贴，还有部分退休人员的过节慰问金。接下来，佑利还要给大家补充几个虽然单笔金额可能没那么突出，但也极有可能在春节前悄悄到账的小惊喜，您可也别忽略了。头一个就是北方地区的朋友们特别熟悉的冬季取暖补贴，这个主要是针对咱们北方省份的居民，尤其是退休人员和被纳入救助范围的困难家庭。因为北方冬天漫长又寒冷，一整个冬季的暖气费算下来，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固定开支。为了切实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很多北方省市都有专门的财政安排，会在入冬之后发放一笔取暖补贴。这笔钱的发放形式多样，有些地方是一次性给一笔钱，有些地方则是把这笔钱分摊到好几个月的养老金或者工资里逐月发放。如果您是生活在北方的朋友，最近不妨仔细查查您的养老金到账明细或者工资条，看看有没有标注取暖补贴字样的进项。通常这笔钱也会在春节前全部发放落实到位，让大家暖暖和和过新年。再一个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福利，就是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回想当年，为了响应国家的计划生育号召，无数家庭选择了只生育一个孩子，为国家人口结构的调整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如今，这批最早的独生子女父母们也大都步入了退休年龄。为了表彰和感谢他们当年的付出与支持，国家层面是有政策规定的，独生子女父母在办理退休手续时，可以领取一笔一次性的奖励金，具体金额各省市标准不一，从几千元到上万元都有。这笔钱通常是在您办妥退休手续时，由您退休前的单位或者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一次性支付的。但是，也有些地方因为政策衔接、历史遗留问题或者个别漏发的情况，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进行集中补发或清理补发，而春节前往往就是这样一个常见的时间窗口。所以，如果您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并且已经退休了，但印象中从来没有领过这样一笔钱，那么非常有必要去咨询一下当地的社保局服务窗口，或者街道、社区的计划生育办公室，核实一下自己的情况，看看是否还有这样一笔应得的奖励金在等着您去认领。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好消息，佑利在和大家一样开心的同时，心里头也始终绷着一根弦，觉得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得郑重其事，反复的提醒大家，这关系到咱们能不能顺顺利利、安安全全的把这些福利拿到手，大家一定要耐着性子仔细听好。第一件事就是怎么知道钱到没到账，最传统可靠的办法就是带上您的养老金存折或者银行卡，去银行的柜台请工作人员帮忙打印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交易明细，或者自己在自助查询机上操作打印，所有进账出账一目了然。现在更便捷的方法是开通银行的短信提醒服务，只要账户余额有变动，哪怕是1分钱，手机马上就能收到提示短信，特别及时。如果您会用智能手机，那就更方便了，下载一个对应银行的手机 APP， 注册登录后，随时随地都能查看账户详情，每一笔钱的入账时间、金额还有备注摘要，比如会明确写着高龄津贴、春节慰问金等，都清清楚楚，自己在家就能搞定。第二件事，如果您对照着时间，发现该到的钱好像没到自己的账户里，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千万别先着急上火，咱们可以自己先冷静地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是不是自己的银行卡好久没用，状态不正常了，比如密码输错次数太多，被暂时冻结了，或者卡片消磁了，过期了，再仔细想想，自己是不是确实符合领取条件，比如年龄门槛、身份认定这些。如果这些自身原因都排除了，钱还是没影，那咱们就要主动去查询了。这里有个小窍门，不同类别的钱，负责的部门不一样。如果是高龄津贴或者困难群众生活补贴，您就得去户口所在地或居住地的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咨询。如果是养老金发放或者退休人员的过节费出了问题，那就得联系当地的社保局或者您原来的退休单位，去的时候把情况说清楚，工作人员会帮您查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卡住了，咱们积极配合，及时解决就行。第三件事，也是佑力要用力敲黑板，用最大声音强调的事，那就是千万要警惕春节前特别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这些骗子就喜欢钻大家期待发钱、心情急切空子，他们常常会冒充政府部门、社保局、民政局或者银行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或者发送看起来很官方的短信，准确地说出您的姓名，然后告诉您，您有一笔高龄补贴春节慰问金、养老金补发尚未领取。接着就诱导您点击他们提供的所谓官方链接，或者套取您的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更可恶的是，还会以手续费、保证金、激活账户等理由，要求您先转一笔钱过去。佑力在这里要用最严肃的态度告诉大家，所有这一类让您透露密码、验证码，尤其是让您先往外转钱的行为，100%绝对都是诈骗。大家一定要死记住一个铁律，政府发放任何补贴、福利都只会通过官方渠道，直接免费的打到您事先登记备案的本人银行卡里，整个过程绝不会通过电话、短信向您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安全信息，更不可能让您先交钱再领钱。凡是遇到对方让您掏钱、转账、点陌生链接的，不要犹豫，立刻挂断电话，删除短信，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牢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辛辛苦苦一年，可别让这些坏分子把咱们过年的喜庆和积蓄给骗走了，那可真就太让人痛心了。好了，今天佑力带来的这些新春好消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一起来回顾总结一下。春节前，咱们至少可以重点关注3笔主要的钱，分别是发给高龄老人的高龄津贴，发给困难群众的春节一次性生活补贴，以及部分地区和单位给退休人员准备的过节慰问金。除此之外，北方的朋友别忘了取暖补贴，独生子女父母也可以留意一下可能存在的奖励金，这些钱都会争取在1月中旬之前稳稳当当的落到大家账户中，大家这段时间可要多加留意。希望今天林佑力在健康永驻带来的这些消息，能像一缕春风，提前给大家送来一份过年的喜气和盼头。更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以及您们的家人都能在即将到来的龙年春节拥有一个温暖充盈、喜乐平安、团圆美满的好年。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自己或者身边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有所帮助，别忘了给佑力点个赞。更重要的是，动动手指把这条视频转发到您的家庭群、朋友群或者朋友圈里，让更多可能还不知道这些好政策的家人朋友也能看到。您的每一次点赞和分享都是对佑力最大的支持，也是我继续坚持为大家搜寻、解读各类民生福利政策，做好每一期视频的不竭动力。我是林佑力，在健康永驻频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与福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衷心祝福大家笑口常开，好运常伴，财源广进，福气满满。